太史丞为何会在此处？与他无关。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没有作案时间。县主可认识？太史丞怕谁？是右相侄女，九娘崔曼淑。原本还准备明日找她论话，居然死了。血还未干，凶手没有作用。和舞台旁发现的嫌疑一致，都是宫中左右游靴。应该是往那边去了。县主还是怀疑我？我从未怀疑过你。可县主随行我至此，说元帝后加殷的，不也是你吗？这院子并未在地图上标出。方才我与顾四是经过此处，距离水渠的位置很近，离火药铺子也不算远，却在地图上未见标识，如此隐蔽，想必是凶手特意选定的。我听说过有人可依计寻人，太史丞竟也有如此本事，我当真没有看错人。可还有其他线索？鞋印残缺，目前只有这些。县主可要亲自验尸？请太史丞回避。一刀刺在胸口，伤口足够深，才能流出这么多血。杀你的人一定非常恨你，他是谁？这媳妇真漂亮，可惜了。哎，有火药味，当心！为父替你寻得了八字相合的娘子。可怜的儿啊！
饶我安宁，挖我尸身，还想让我去服侍你们的死鬼儿子，不怕我半夜来找你们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做死人的生意，你们又那么舍不得儿子，不如一起下去陪着吧。有影子，他是人不是鬼。你是人不是鬼？我倒希望我真的是鬼。郭瑞林，洪如清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你是福昌县主？今日是内卫李佩仪。西京城未婚女子尸体被偷的案子接连不断，盗墓的小贼是抓了不少，这背后的大鬼藏得太深，实在是难抓。你们连官家贵女的尸体都敢偷，还真是嚣张呀！堂堂洪如清勾结宵小，盗取女子尸体，违律私结阴婚。郭瑞林，你认罪吗？跟你认罪容易，只是这官家断案，也得讲人证物证吧？敢问县主，你拿什么定我的罪？你私盗谢巧莲的尸体。县主，你在说笑吧？这哪里有谢巧莲的尸体？原来如此，物证我没有，人证只我一个。看来洪如清是想跟我鱼死网破了。这都是你逼的我，给我吃！洪如清，你老糊涂了，忘了我不光办案厉害，功夫也不错。县主不老，却也糊涂了。想必是忘了自己为了假死吃了避虚丹，醒来之后若行动剧烈，必会自损气血。看来我今日运气不好。不过洪如清要不要再好好想想？毕竟杀死一个县主，不是小事。我也不想惹出这种事端，怪就怪你太聪明，太自负。既然玩，当然要玩大一点才过瘾。来，既然县主想玩大一点儿，我便成全你。死人下葬有何乐趣？生训那才过瘾。洪如清，我做鬼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。有什么法子能镇住他的魂魄，不让他再来作祟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活人下葬怨气太重，要用这桃木钉钉住身体，保你死后安安分分。
县主已经进去快半个时辰了。糟了，出事了！出外宅！跟上！救人第一，抓人第二！什么都没有。走。那可是福昌县主，万一有人找来，夫人别怕，你我二人饱受丧子之痛。近日都抱恙，未曾出门。那福昌县主与我们有何干系？可那位已经追到我们郭家墓园了。那又如何？墓园之中并无人在，外宅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至于他的尸首，永远别想被找到。想说什么？快点说吧。既然李成、阿翁、阿姑等我好生孝敬你们，盖棺，盖棺！快！别怕，哈哈，那短命鬼此时大概已经过了奈何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阿翁、阿姑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郭府上下已经被内业局控制了，彭如清，你无路可走。县主，县主，站住！你定我4根桃木钉，我还你4件，不过分吧？你果然明英。当年北面满门，你都能够侥幸逃脱，如今被活埋在棺材里，你还是死不了。走。县主！咱们红炉清到现在都不知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名。我当然知道私配阴婚奈何不了你，可如今你的罪名是谋害本县主我，你猜圣上会如何处置你？你是故意落在我手中，
故意被我活埋呀！县主亲口服下的碧溪丹，怎么会忘？啊！县主，若15公主和亲之事，老臣能够回选，是不是就可以活命啊？压下去！县主，县主啊，县主！15公主和亲之时，恐怕真的没办法了。去查查那回纥王子。是。县主，你又为了查案子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值得吗？破了这么大案子，怎么不值？克星初5年，于玄霄之手，留指月余，其色青黑。记下。此将乃是大凶，苟非其任，不得语言。圣上早定下的规矩，关心者不可沾，不可断。我李佩仪，福昌县主，自幼备受宠爱，生活安稳无虞。9岁上元节，我见灯火映红西京夜，却不知那一晚，我家中鲜血浸染。世人皆言，我那立下赫赫战功的父亲端王，突发风疾屠戮全家，自枪谢罪，唯我身在宫中幸免于难。有人怜我年幼失护，有人咒我天煞孤星，可他们不知，父亲仁慈磊落，绝不会失死暴行。圣上怜惜，将我接入宫中抚养。可皇宫再好，也非我家；圣恩再大，也非父母亲恩。宫墙之内，步步皆是深渊。我只能将爱恨深压骨血，敛去锋芒，静待天时。我自请入内业局，苦学查案之法，只为这天下蒙冤受屈之人讨一个公道。管他什么世人眼光，管他什么规矩伦常，管他什么生死代价，此生若为祭，换他血债血偿。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什么法子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江离。反正这10年间，江离从未出过真女堂。10年了，她长什么样子，别人早就忘记了。这真女堂又是你说了算，你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？可是，你图什么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。她可是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，总好过我这个农野村妇吧。说不定江家人哪天想起我这个女儿来了，我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了。成交吗？
堂主，那江家娘子还敢不起？哼！告诉所有的人，江离的事少管。是，他之后7日会在这里休养。 童儿，童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娘子也不会死。没想到你忘恩负义，竟然还敢霸占她的身份。今天我就要杀死你，为我们家娘子报仇！你以为把我和堂主杀了就行了吗？那些把黎儿送到真女堂的人呢？那些10年间对她不闻不问的人呢？ 你以为他们就会悲伤愧疚吗？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，他们只会假惺惺一哭，将此事抛了，然后在肛门里风润自在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家娘子就白死了。主君，主君会为娘子做主的，主君会为娘子。我做主。蒋相国10年间对他女儿不闻不问，眼下死了。 一了百了，反倒起了心为他做起主来。且做主又能如何？封了这真女堂，把黎儿的身子带回去风光大葬，那还不是让他一生无名，又埋了秽土？那回去呢？给他那位继母争一个不计前仇的美名。我的确需要江离的身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和江离活着，都是满身污名，无人肯信。黎儿信任我，我也信她。可如今， 黎儿亡故于此，已无法自辩。那我来替她辩。他们不是以为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污名之下吗？那让他们好好看看，我和你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 大家一定要认真打扫啊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，尤其是那个树底下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一定要把真女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童儿，童儿。 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拾柴太辛苦了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堂主说过，你暂时不能出这个院子。我再也不敢碰了。我让你跑去。
了那个灯笼，只有堂主可以碰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懂事。别看了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为什么灯笼不能动了？真女堂有规矩，不可点灯夜行，只有祠堂外才能点灯笼，所以点灯笼的人只有真女堂堂主，旁人绝不可动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。女工不错，平日里做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离，你便可以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谢堂主。给我吧。但叫男而不叫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自是能有你一口饭吃。自是听堂主吩咐。堂主，你今日换熏香了。做公事，勿要多言。堂主慢走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，遐思不眠，视为不洁；漏夜行动，视为不洁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。真女堂守备森严，我和娘子在这里住了10年，都没能找机会逃出去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现在出去视为不洁，是要被打的。大家现在都熄灯睡觉了，我悄悄跑出去，应该不会被抓吧？真女堂有深夜不能外出的规定，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真女深夜偷溜出去私会情郎，结果摔下山崖死了。可她老是阴魂不散，整夜纠缠着真女堂。后来又有一个真女贪玩偷溜出去，结果碰到了那个女鬼，被吓得没了半条命呢。这怕不是为了不让你们出去瞎编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个真女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女鬼也穿的是真女的衣服，而且个子高高的，可吓人了。高个子女鬼。3日后，参加月中法会的柳夫人会顺路来慰问真女堂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柳夫人会在这里住1夜。这几日你吩咐下去，务必把真女堂收拾干净，好让柳夫人
住得舒服。知道了。柳夫人到来之日，让他们两个好好待在屋里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以免污了贵人的眼。是。户部侍郎柳元丰的夫人。童儿，你知道柳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曾经是我们家叶夫人的好朋友。你头上的这支钗，还是她送给我们家叶夫人的。柳夫人一路辛苦了，我来布施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见过柳夫人。真女堂这般上下齐整，实见堂主用心了。我贸然来访，恐打扰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，夫人惠礼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厢房已经备好，还请夫人委屈一晚。这边请。童儿，童儿，快醒醒！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儿的机会。怎么离开？柳夫人。可柳夫人一直都知道娘子在真女堂，平日里也不见她过来问候。况且，若是江家不发话，她能带咱们走吗？你把这个发钗交到柳夫人手上。这能行吗？你跟柳夫人说，江里有难，她看到这个发钗，定会随你而来。可现在这真女堂上下都为堂主师尊，就算柳夫人肯为我们出头，等到时候堂主万一不认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若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闻到过堂主身上的香味？他每天都涂脂抹粉，有什么奇怪？那他是每天，还是偶尔？好像不是每天。这就对了，我是第一次念女戒的时候就闻到了堂主身上的香味。这种香味不是普通的香味，是依兰香。依兰香，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我看这几日主人没有过来看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依兰香。堂主身上出现调情香，灯笼就会出现在今夜的高度。堂主身上没有香味，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原来这灯笼还有含义呢。真女堂附近是不是有个鹤灵观？对，在对面的山上。那天溜出去帮你拾柴的时候，我特意往山脚鹤灵观的方向走，发现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，而灯笼在低位时就看不到了。之前我去鹤灵观上过香，那里每隔一晚会有一次法会，有法会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出现调情的香。这时山上就可以看到升到高位的灯笼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灯笼是去给鹤灵观参加法会的人看的。没错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会不会只是一些巧合？不是巧合。有天我趁着他们外出采果子，故意把灯笼挂低了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趁你睡着，我偷偷溜出去了。
然后就碰到了你说的那个高个子女鬼。入夜不能出去，女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我们，好让她自己方便行事。可这要是在真女堂被抓住，是要被关大牢的。而且鹤灵观还有法会，堂主怎么敢在柳夫人来的时候喊？灯笼是我挂上去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童儿，你去找柳夫人，除了发钗，还需要一个理由。动手吧。不是，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身上没有江离的伤痕，戏要做足，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为了江离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主君，前面就是真女堂了。真女堂，那里关着一些不能下山的女人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撤！谁？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女菩萨，我遭人迫害，还请女菩萨帮我一把。这里不是佛堂，我也不是什么女菩萨。你在这躲着，早晚会被发现。那个窗户后面就是后山林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多谢。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正好再加一条杀人罪。苏国公，秦公子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贩卖私盐的罪，
已经逃不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把思妍的来处交代清楚，害我主君从鹤灵观追到这个破地方。倘若说不清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少诓我！落你们手上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放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在这儿死了。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一个美人相伴。我这个人向来心善，既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一会儿让你和你这位美人在地下团聚。夫人，我们家娘子快要病死了，救救我们家娘子吧！这是我给珍珍的发钗，难道是李燕儿？是，快带我去找她。好，走。郎君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肃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二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在胡说什么？上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们好好跟肃国公认个罪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郎君，我是你的同谋。都实话。你在说什么？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同伙。你赶紧杀，杀完了，我再带你走也一样，正好让我看看你们是如何清理门户的。我现在就杀了他！我可真杀了！跪下！起来，主君，你再看看他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娘子，看看这布。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。哎，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庄园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乡第一才女？他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基，你那人是肃国公。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快走！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也是，死都死了，在山上做鬼有可，在山上做贼，倒是不可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听这个疯婆娘的，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着真烦啊！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来人！今日就将就在这把你给审了，审完了，叫你们这管事的把你给领回去。起来！肃国公，你看不上我吗？嘿，你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是放肆啊！身在真女堂的女人，就干不出贩卖私盐的事吗？我知道的，不比那个人少。你带他回京受审，为什么不带上我？
求我关你，你还挺有意思啊。在这个地方，肃国公不能对我刑讯逼供，不觉得施展不开吗？离儿，你在里面吗？离儿，若是今日我们没有进来，你想唱的是另外一出吧？你是在说你不姓薛？你带我回京审一审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原本想唱的那一出，今日可看得见？肃国公想看，来都来了，把我绑起来，带出去，我唱给你听。娘子，你怎么被绑着？啊！别碰他，他现在是我们肃国公的人犯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夫人是吧？肃国公，我追拿朝廷要犯至此，或此女与人犯有同谋之嫌。如今此女，我要带回详审。肃国公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童儿，这位夫人是娘子。这就是小时候常来看你和夫人的柳夫人呢。竟然是柳姨，柳姨，你真的，柳姨，救救我！我不是什么犯人的同谋，我被人陷害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想被带回京城受审，救救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。肃国公，你怎么能随意抓人呢？这可是真女堂，就这样在堂里把真女带走，也不跟堂主知会一声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柳姨，你帮我求求堂主，让他替我说说话。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找堂主，让他替你主持公道。我在这等你，柳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把灯笼挂得高高的，我自然便来了。灯笼？现在不行，有贵人来，你赶紧走。你起来，你赶紧走。来都来了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了。放开！男盗女娼，雕凤弄月，荒淫无耻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你们两个，快点给我拿下！刘夫人，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来，这青城山真是让我开眼呢。柳夫人，我是被陷害的呀，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在肃国公面前抵赖吗？我不管这里的脏事，柳夫人请自便。
来人，把所有真女都给我叫醒，留2个看门的，全部都给我押回去。明天报官，让衙门好好审审。这2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，我看着就糟心。现在就给他们押走。是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柳夫人，你听我，柳夫人。柳夫人，我的人犯我可以带走了吗？主君，他身上有伤。现在怎么办？带走还是？找个房间让他休息。另外，你过来。审一审这个丫头。是。啊！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刘姨，让你受累了。你真是受苦了呀！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哎，别动，头还晕吗？再躺一会儿啊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娼妇所折磨的。你那丫鬟拿着发钗来找我，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……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你等着吧。快点！火并跟上！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，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她吗？江家不管她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嗯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童儿，姐姐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个意外。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江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
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